小董，这杯我敬。徐总答应见你，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啊，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哼，明白。裘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裘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的。那行，裘总，等事成之后呢，咱们再具体聊，看这笔钢材啊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申报出关，怎么避税，怎么给其返点。哦，关于互联网那个项目，我们还有一些事儿想跟徐总谈。不要，跟我说也一样。我觉得还是要跟徐总。徐总，什么事儿啊？非得当面跟我说？徐总，这是杰克，我同学，您之前见过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个新的互联网科技，只是现在遇到了一点瓶颈，需要您推一把。这就是网络销售最终形态。当然，数据库还会不断扩容，垂直类目的话，也会限制行业变现更加精细。你们就跟我直接说，根据你们的算法全部落实完，需要多少钱？保守估计，前期需要1000万。那绝对不行。互联网这个事儿，我算是听清楚了。咱们先不说前途发展，就说前期投入的这1000万，已经超出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外了。现在公司账上还有1000多万，是强制流出的保障金。如果把这些钱都投入到互联网上，一旦出了问题，那厂子拿什么钱去救呢？我也同意高总的看法，我也觉得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行业。但是徐总，你知道我们的钢厂落成在即，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突发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投资一个未知的领域，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可以等一切都运转顺利了，资金回笼了，再投一个试。行，我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我再想一想。怎么了？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截胡的嫌疑，也会让你特别为难，显得我还有点自私。什么事儿？你直接说。是这样的，我跟小童考察了很久，我们想入股一家物流公司，但我们本钱不够，所以想问你借点钱。你放心，我们绝对不白拿，就当你是入股，你出钱，我们出力。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这点特别的不合适，但你也清楚，投资这个事情，机会跟时间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你跟小童要干什么事儿，我肯定支持。但是吧，都是好项目。我怎么觉得这生意越做越大，钱越不够花呢？你知道吗？我这次去北京，变化实在太大，又是申奥成功，又是加入 WTO。我毫不夸张地说，老百姓的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猜，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改革开放。我真觉得自己好幸运啊！一生当中能够看到2次国家这么大的巨变，这一年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你相信吗？张会长，听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挺激动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特别俗的问题想问您。您说，是不是只要钢厂一上市，我就能变得特别有钱，能解决我所有的燃眉之急？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钢厂上市的确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眼下的问题，我不敢保证。上市是可以让一个企业的市值瞬间倍数膨胀，
那个体量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这样优质的质变，只能依靠上市这样的契机，其他根本办不到。就算可能，起码也得几十年的积累吧。那岂不是我本来跟大家在一个跑道竞争，结果一下子变成了庞然大物，轻松就把他们给碾压了？哎，我还真没来你这儿参观过呢。哎，我说你不会因为闹情绪，连机密元件那部分也给怠慢了吧？这点您可以放心。也麻烦您跟徐总说一下，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不会辜负徐总的每一份投资。元件开发还有销售这一块，一定会如期进行。之后我去德国呢，会参加几个医疗器械展览会，我相信我能超额完成目标。小了，徐总也有话让我带给你。希望你不会让徐总的直觉落空。坏了！哎，你干嘛去？杰克今天下午的飞机还要飞深圳，我得把他拦下来。哎，不要了。徐总，谢谢你，徐总，谢谢你没有辜负我。啊，不对，是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行了，咱俩谁也不负谁，行了吧？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没什么事儿，先挂了。待会儿他来，啊，你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切记一点，不要提赵磊。如果今天他答应了，那更好；如果他没答应，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我毕竟是尽了力了。这个许半夏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都清楚。生意就是生意，那邪的歪的，别胡说八道。哎呀，徐总来了！你好，徐总，你好，徐总，好久不见啊，徐总，徐总，秦总，秦总，赵总，别呀，你现在是秦总，我就是个业务代表。坐吧。但是别误会啊，我今天纯粹就是陪着老婆来应酬的家属，没办法，他不在家没饭吃。来，坐，来里边请，里边请。坐，先。裘总，这什么意思呀？啊，耍我呢是吧？赵总今天来了，那咱们的事儿还怎么聊啊？啊，我跟赵总做的是一样的买卖。如果我今天在这把我的底价都漏了，那我今后在圈子里边还怎么混？裘总，如果您要是不想合作的话，那就直说，没必要在这假惺惺的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吧。秦总，坐下说。坐呀，坐下，先坐。哎，行。秦总，这事不赖裘总，你消消气。赵磊说的是真的，他确实是以家属的身份过来的。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裘总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我的感受。不管你裘总最后选择哪家公司，我都不会和赵磊的公司合作的，明白吗？明白。你看到裘必正的表情了吗？我真想拍下来给5监社看看。你没生气吧？生气啊，但我生气有什么用？生气也没有用啊。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就这么无情的把我抛弃了。老板，你是不是多少得给点补偿？
我把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行吗？这个还差不多。我们约好，咱们还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家就是家，别在家里弄得好像换个地方办公一样。赞同。但是我还想多说一句啊。我是从来没见过把开业典礼跟婚礼一块儿办的，也只有这许半夏能干出这种事。等咱以后挣了钱，就在这儿整一个大码头，万吨级的货轮直接往码头上一靠，直接进堆场。北边还去不去？钢还买不买？翻不翻身了？堆场还建不建了？等你从国外回来，咱家在这儿建一大院子，建3个大院子。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3个。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那咱就自己干，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我保证，3年以后，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我们要新钢厂了，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想以后钢厂的炉火，我就觉得暖。我们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这孩子呀，真让人想不明白。家大业大，结婚这么大的事，干嘛非放在钢厂食堂？早知道你要放在这儿办，我就掏钱给你办。我要的就是这个，把自己嫁出去，把钢厂娶回来。
就不想对我负责？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是你应该对我负责。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我要钱。奸商啊！奸商！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赌，是一味药。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不管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问心无愧。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许半夏，你愿意嫁给我吗？少磊，我爱你。今天我作为新娘许半夏女士的老大哥，同时也是新郎赵磊先生的老朋友，作为证婚人，哎呀，我就别照这个念了，是吧？哎呀，再好的稿子也不如有感而发的好。来到这里，就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这个厂子曾经我是经营不下去了，没有人敢接。只有许半夏，他不但敢接，而且是诚心诚意的从我的手里接过来这个厂子，是他救了我。在此，我对许半夏表示衷心的感谢。行了，吴总，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以后咱们就把这个钢厂一起办好。今天我和赵磊选择在这个场地举办婚礼，也是希望咱们钢厂还有大伙儿还有我们以后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人，好吗？半夏，你冯哥呀，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来，老冯、老邱，呈现出来。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好男人都结婚了，我就想赚钱。裘总，你那个厂子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要是没有我，早就没了，对吧？在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有没有长幼尊卑？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吗？就是因为咱们团结。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你办过企业吗？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我就剩那么多了，都给你留下了。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2天就赶紧回来吧。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姐，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妈给的。这么大红包，你看，正好跟你说个事儿。这红包你可以拿回去了。我和赵磊商量了，我们办婚礼收的所有的份子钱，
还有我个人也会拿出一笔存款，作为我个人对你们投资。我觉得你们说的没错，物流会是一个在未来来说发展很有潜力的行业。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不是姐，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当初只是想要争取公司给我的投资，不是想要个人的钱。别呀，我还指着你们带着我发财呢。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你帮我挡挡酒。二位哥，干完这杯，我先走。二位呢，肯定是要做到最后的。我先走，一会儿呢，小许来了，帮我跟他说一声啊。走什么走？你换衣裳去，一会儿回来肯定是挨着桌里敬酒，肯定是回来。你不在这，不给人面子。二位，我结婚的时候，你们给我面子。开个玩笑啊！爱情这个事儿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不想扫人家的兴。要说做生意呢，我肯定不如二位。要说这婚姻啊，你们肯定呢没有我有这话语权。哎，这事儿呢是挺浪漫，但是其实啊，比什么都实际。要想走得远，光靠这爱情啊，那也不行。我先走了啊。这杯我敬你，必须喝。喝，答应过我的，好好对待。一定。恭喜。二位，东哥，我就先走了。别呀！别，有事儿啊？不是，这个场面上客套的话呀，我就不多说了啊。咱照顾我，单独聊两句。行，跟你们聊。来，邵总，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小许呢，你比我了解，他这人啊，就是爱说真话。可是，往往这真话呀，它不是不好听的。以后啊，多让着他点，算是一个过来人的劝告。你放心吧，谢谢峰哥。心意到了，走了啊。那我不送你了啊。各位，经过这几个月，我们博善金安对贵公司进行的法律、财务和行业等一系列的尽调，我们认为目前贵公司在规模、生产、销售、影响力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是上市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庆祝宇宙钢铁集团从今天起迈出上市的第一步。徐总，请节目。祝贺！我与我的同事将竭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让我们共同打好这场攻坚战，让我们再次预祝宇宙钢铁集团成功上市。
博善金安帮助上市的公司，占了批发项目的市场份额的50%，交给你们来操作，我们非常的放心。有任何要求，你们尽管提。具体细节呢，等流程过到的时候，我再与您沟通，免不了多麻烦你。通过这段时间跟徐总的接触，我对他的人品、商业诚信度毋庸置疑。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步都会在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我与大家分享6个字：合情、合理、合法。请大家切记，尤其是各种数据，不能出错，更不可能虚报。明白，法律是底线。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渡大江。来我走。325坐。是。坐。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你可不能冤枉我。我听说你要见我，我马不停蹄的从上海就赶过来了，还给你带了上海的小笼包，你让他们给你热热，趁热吃好吃。不先行的，好啊！哎，大舅，你看，这都是我写的。伊谷的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的认证机构。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他们的资格认证的话，对于我们的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会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关于钢厂的介绍，让我看，真不错，没少下功夫。这2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我必须得努力，要不然怎么搭上你们这趟车呀？搭那班车不是搭呀，没必要非得搭这班车。阿东，我跟你说，你在里边的这些日子，我在外边可没闲着，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教官，我这些年，我一直搭的都是您这班车吗？而且也答应过我，等我出狱带我一起干的。阿东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跟许半夏的关系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但许半夏是什么人，你心里也清楚。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他对你已经不信任了。这钢厂如果是我的，我马上让你当副总。我也是个打工的呀，什么事儿都是他说了算。教官，我明白许半夏的对我有成见，我都明白。可是我现在，我没有我二妹夫那个开片厂了，对不对？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我就是想好好跟着你们干点事儿。你知道我需要多努力的劳动，才能换来这些学习的时间吗？你知道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我从毕业就跟你了，我不会别的呀。你知道我是有理想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才华的，我不能从这出了狱我就直接退休了。我还是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最后一句，给我一条活路，行吗？阿东啊，我给你留的钱，你在外边你做任何生意都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阿东，我求你了，咱干点别的。明白了，明白了。你干嘛？你干什么？
我要它还有什么用？我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坐，它还有什么用？看见就坐，哎呦。那天楼正跟我聊公司上市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估值，你知道我多用力才能憋住不笑吗？高一静说的没错，公司上市之后，公司的价值不知道会瞬间膨胀多少倍。如果3年之前你跟我说公司会上市，我会觉得你疯了，但是现在，我兴奋的快疯了。哎，就一件事啊。我就想知道，你用力的不笑是什么样？来一个，就这样啊？你一点也不用力啊？那你来一个。我想起来了，徐老板，你违规了。怎么了？是谁规定的？咱们在家是不能谈公事的，对吧？罚一杯。我不喝。哎，你我这是谈论公事吗？我是回来第一时间跟你分享我的喜悦。哎，很狡猾啊你！分享这个词儿用得好。我狡猾？好，那来祝贺许老板事业往前走了一大步，干杯！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是泼我冷水的。你还庆祝我，是发自内心的吗？绝对发自内心。今天只有开水，没有冷水，而且开水都泡面了。我真的觉得你公司上市这事儿啊，我特别开心，于公于私都开心啊。于公说，对吧？事业版图往前进了一大步，我开心啊。于私说，公司一旦上了市，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让你亲力亲为，我也开心。这样呢，我们俩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了。哎呀，看看什么？我这是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呀？啊，嫁给了一个你值得嫁的人。搓澡这种事儿吧，都是北方人喜欢。你一个南方人，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这些都是跟韩国人学的，跟他们谈生意，80%都约在咱家房里。他们跟我说呀，这叫坦诚相见。说把说过的话呢，都融在这水里，谁都别想带出去。我想也对呀，你看，这都跟咱一样啊，这么赤条条的，想带个录音的装置都没地方放。所以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大伙儿呢都放心。行，今儿又跟你小子学一招，长见识。邱总，一会儿换衣服的时候，千万别开错了柜子。你确定抗解毒联系量申报出口来避税真的没问题吗？不会犯法吗？真犯法的话，我今天还能跟您坐在这儿吗？你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赵磊的公司也一样，只不过呢，他跟您的交情没有我们这么深，所以他不会跟您掏心掏肺的，对不对？这里边门道还多着呢，您呢，心放在肚子里啊。这样啊，邱总，下一批钢材呢，以这个高强度型钢申报，你的个人回报也会更多。
胡说什么呢？我那是为了公司的效益。没错没错，其实啊，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偷和避就差一个字。金长林，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这我害谁能害您吗？啊，邱总，您好好想一想，就那天真的塌下来了，砸的是不是也是我跟我们的公司，对不对？行了，别这么闷闷不乐的了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待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老地方啊，你放松放松，去晦气。我今天也不管高血压了，我陪你一杯。这杯酒啊，我敬将来，希望咱俩永远在一起，永远是兄弟，永远过好日子。来。阿东啊，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着。谢谢邱总这么多年赏饭吃。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心眼怎么那么窄呀？我的事儿，你根本没跟许半家说，对吗？我说了，可人家不听啊。我在里边我就跟你说了，我说你哥这点钱啊，没闲着，给你攒了不老少。你看看，这儿还一包。拿着这些钱，你干什么不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你应该学学那冯玉，看人家闲云野鹤，归隐山林，每年什么事儿都不做，就等着分红。你等这钢厂回头一上市，什么？你们的钢厂要上市？来，干一杯，祝贺你！所以这钱是许半夏给我的，对吗？哎，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害怕我给你们找麻烦呀？大东，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邱必正，你觉得我信吗？凭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你会把这么多钱给一个现在毫无利用价值的郭启东吗？麻烦你替我转告许半夏，这点钱别想把我打发。行，我说这个钱是我挣的，你不信，那就当他是许半夏的，哥没别的意思，哥只想让你过好日子，你收下。
吃饭吧。对了，真的，我没事儿啊，阿东，只要你开心，哥就开心。你是不知道，就这点钱，我担了多大风险，受了多大罪。走啊！嘿，阿东啊，你听我的，收下，这钱只要我不拿就没事儿，你也不会有事儿。我不要。你怎么就这么倔？你听我的，让你拿着你就拿。开车走。高会长，你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我想你了，不能来看看。今天我不是什么高会长啊，就是你的高阿姨，来看看你。省里有一个清风行动，我马上要到那边去开会，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你。高会长，你看，这个车间是吴勇在的时候就有的老兵了，他现在依旧是钢材的出产质量最稳定的车间。还有那个角落，您当时跟我说要利用起来，你还记得吗？你呀，只要在钢厂说到钢材，眼睛里是有光的。你这个说，你的车间的感觉啊，怎么有点像我在外人面前说高欣怡？你看这丫头又任性又惹我生气。我是她的亲妈呀，总是要包容的，是不是？做企业就有点像养孩子，但也不全像啊。高会长，既然您让我叫您高阿姨，那我就说几句任性的话。我最近一直在想，这要是真上市了，那这公司是不是就不归我管了？一想到这公司未来可能就不属于我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小雪啊，你能跟我这么说，证明你长大了。你递的那些材料，领导们都看了，还是满意的。但是提醒你一下啊，上市过会的所有数据必须要准确。您放心，我不是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啊，没有一个孩子会抛弃他的亲妈，但是企业会。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创始人在上市之后，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被董事局踢出去了。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啊，就是对未来失控的担心。怎么说呢？当然了，希望自己的企业是越来越好，但是也会担心，怕它太好。我之前说过，上市是一个企业要走向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成人礼，从野蛮生长的青少年时期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面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一个成年时期。至于你嘛，能不能从一个小商小贩，真正的成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全看你自己。郑总，我们车队所有的财务报表都在这儿了。我以为你今天叫我来是准备好了资金要入股呢。郑总，咱也是老朋友了，这钱嘛，我是真没那么多，但我确实也想进物流行业，所以，我以车队入股行不行？那车队谁没有啊？如果只是车队的事儿，
那咱保持合作关系就好了。你拿着几十台车就想入股，不太现实。如果不是资金入股啊，咱就别聊了。哎，郑总，别急，先坐，先坐。郑总，我们可以资金入股，您之前说的数完全没有问题。同时，车队也可以纳入公司，但是股权比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聊一下。不，郑总，你们稍等一下啊，秋野。咱哪有钱啊？你不能骗人呐！真有钱？哪来的钱？姐给的。我本来想让他用钢厂的钱来投资我们物流这边，但他投给了小苏。当然，我对姐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姐就拿自己的钱给我了，我也一直在犹豫，所以就没跟你说。我也想赌一把，如果老郑同意用车队入股了，那咱这钱就省了。可是别可是了，赶紧把钱还给他，这钱咱们不能要。不是为什么呀？他现在也需要用钱。童小琪，你没听明白吗？这是姐个人的钱，和她婚礼收的礼金借给咱们了，不是公司的钱，这算姐投资。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别别扭扭的，不如咱们好好想想怎么给人家赚钱，别让人家投资打水漂。咱们跟姐这么长时间了，她哪笔买卖赔了？行了啊，一会儿进去就按照我刚刚那个话题往下说，让她赶紧把车队收了，再多要5%的股。这税务怎么说查就来查呀？没提前通知吗？没有啊。行，我知道了。那海关呢？为什么把我们的码头给封了？突击检查，说是清风行动一部分，让我们配合调查。你们赶紧先自查一下。加乐，够了。电话打了吗？打了，应该在路上。徐总，徐总。税务部门到底怎么说的？他们怀疑钢厂偷税，把账封了，正在查呢。只是怀疑就给封了？不单是税务，海关把我们的码头进出口也给封了，说是联合执法。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恢复？得先调查吧。喂，高会长，我就问你一句：新钢厂营业开始，你有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跟您保证，肯定没有。你没有，那你手下呢？您再给我一些时间，我查一下。好好查。我警告你，千万别动什么小心思。现在别说是账目、进出口清单，就连我们的财务科长都被税务带走了，去协助调查。因此，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的码头现在被海关给查封了，原材料进不来。但是呢，我们的钢厂还必须要继续运转，不能断，不然后续的订单我们根本就供应不上。还有，我们的仓库也被封了。成品的钢材现在压在仓库里头，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订单都不能按时交付。这样下去，资金链很快就会断掉，还要考虑违约带来的赔偿，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我们即将要面临的问题。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先找别的厂帮我们出一部分货，应对一下眼前的情况。哪怕高价买，至少我们签的合同我们不能违约。我觉得还得抓紧自查，看看漏洞在哪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得有所准备啊。我们已经在自查了呀，生产流程上，不管是原材料还是设备的维护、替换等等等等，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情况。偷和避就差一个字，金长平，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你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赵磊的公司也一样，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我不要。而且我们面对的是 IPO 整个流程，所以公司在账目审核上面一直都非常严格。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们财务的透明度和清爽度远远超过其他公司。销售这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跟所有的钢厂还有钢铁贸易公司所有的贸易往来，那都是非常清楚的。至于出口这块嘛，一直是找这个秦方平他们公司所代理，这家公司还是挺正规的。退一万步讲，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是他们担责，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是受害者。不，那就怪了。以我们以往的经验，调查组要是没有掌握真凭实据，那不会草率行动的。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但是我跟他保证了，一定会查清楚。从明天开始，各部门继续深入的自查，必须落实到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头上。金宝明，你听我说，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你们之前用钢结构联协啊申请出口避税的事儿是不出事了？没有啊，怎么了，邱总？我跟你说，税务的人现在就在隔壁查账，把我的账全都封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咱不能做违法的事儿。你要害死我你！邱总，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不要总自己吓自己啊！你们公司部门这么多，谁都有出事的可能。你怎么总往自己身上拉呢？而且邱总，咱们这行大家都这么干，否则利润又从哪儿来呢？放心吧，我干这行也不是一两天了，这要真这么容易就被查出来了，我早就进去了。秦总，税务局的人找你。邱总，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先这样。秦总。税务局的人现在在我公司里正调查着秦方平利用申报名义避税这事儿，是和你小子同谋。我要说不是我，你信吗？凭我对你们的了解，你觉着如果是我会在这样的小事情上做文章吗？可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知道。给你怎么解释？邱必胜，你质疑我的底气从哪来呀？虚报品、偷逃关税，你没犯法吗？大家都是这么干，以前可以，现在这么干不行。别秦方平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劝你，在还没有查到你之前，赶紧把钱还给他。从我出来，你就再跟我说未来都是好日子，好日子。未来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我在里面选上。你想知道是什么？做个遵纪守法的人，
丁，你给我开这个价，整整高出了2个点，你这也太狠了吧！我现在交不出货，你匀一些钢材给我，江湖救急，帮帮忙嘛。我的库存也是有数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啊，也就是你开口，我才愿意分你一些。这非常时期，谁知道会不会查到我头上，或者封我的仓啊？我话说回来，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翻的船呢？我们没有翻船，你别道听途说，我们只是配合调查。行吧，我相信以你钢厂的产量，还是能匀一些钢材给我的。那这次谢谢你了啊。那具体的我让贾长安联系你。好，再见。喂，半夏，我现在刚刚到机场，我们公司突然出了点问题，我得回去查一下。对，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次啊，针对钢铁行业的专项整风行动，第一步就是税务审查。这次查到的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他们在出口申报的时候偷换概念，以退税价格高的名目出口。这事儿我们之前也没查清楚，所以也有责任。你也得回去查一查，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类似的情况。进出口啊，对。时代变了，规则也越来越明确。我们公司虽然是外企，但是也聘请了专业的国内法律顾问，就是为了随时替我们解释最新的法律法规，避免在无意中做出违法违规的事情。那你准备怎么办？按规矩办呗，错了就要纠正，该罚罚，该赔赔，一切我都接受。半夏，你们也得做好这种准备。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紧密的管理，这个我懂。那有意的违规和无意的违规，总归是有区别的吧？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秦方平呢？秦总不在。哎，先生，您等一下，你不能进去。我再问你一遍，秦方平。他不在。秦方平，先生，您不能进去，您这是不影响我们办公的，先生。哎呀呀，先生，我跟您解释。秦方平呢？哎，咱们这边说，您里边请啊。哎，请。先生，你也是秦方平的客户吧？实不相瞒，秦方平在我们公司从事外贸出口已经很多年了。他居然会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替某些公司偷逃关税。目前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量大吗？哎呀，我想就算您不找他，上海警方也会找您的。贾总好。肯定有事儿。但是这次的情况真的是……龚总，薛总，我已经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裘总和秦方平的确做了阴阳合同。薛总，您看，从我们上2个季度出口的钢材看，裘总以高强度型钢、钢结构联系梁等等名义谎报了出口，隐瞒了实际情况，以此避税。以前大家都这么干，但入市之后，报关审核、进出口贸易税收的管理更加严格了。我给秦方平公司打过电话了，说他已经被抓了。所以就此看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2个人的个人行为，不存在涉问指使的可能性。只要我们积极配合调查，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至少，徐总您在这件事情上不会牵连其中。这事儿你先别声张出去，这个资料也先别交出去。电话打通了吗？打不通。王八蛋，他是想让我们一起死啊！他是。你现在马上去查一下，
国内的销售和进出口这一边，所有已经签订好的合同，该付的款项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到公司账户上？还有，是不是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或者其他账户？你马上去查。行。大头，他不会是想跑吧？老板，你听着，现金我放在银行里了，办了张新卡，我带走了，还有一张存折，在2楼的抽屉，就是卧室那个2楼啊，第2层，那是留给你的。邱必正，我在你家坐了半天了，就等你来电话呢，你还真想跑啊？吴总，你怎么？我跟你说啊，吴总，我这次是对不起你，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这次犯的是贪污罪，我要搞不好我会进去的，我要进监狱的呀。你以为你这样跑了就不用进去了吗？你这样做的后果更严重。你赶紧回来坦白从宽吧。我怎么坦白从宽呀？现在你说我必须得走，我出去避避风头行不行？你把电话给我老婆，你让我到回别行不行？老邱，你别犯傻了，听吴大哥一句劝，你赶紧回来吧。你懂什么呀你？我跟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什么事都没有。我在外边安顿好了以后啊，我过来接你。如果有人问我任何事儿，你就说你不知道，你听见了没有？啊！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走了。邱必正，所有情况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你还能相信我，请回来，我保证我会和你一起面对。逃真的不是办法，明早码头见，就咱俩。来了就好啊，没连夜逃跑，说明你还有救。昨天晚上有一刻，我真的想跑，好像跑出去了，这些就都结束了，就安全了。现在想想，还好没跑。如果跑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拿回那笔钱？钱是给郭启东的，我总觉得我亏欠他，我想补偿他，我一分都没拿，信也好，不信也罢。那钱是在他那吗？他都没要，他觉得我是在可怜他，是什么呀？那现在钱在哪？我赶到上海，我想把钱当面交给秦方林，可是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抓了。我在前台大闹了一场，就把钱扔在前台了。可是现在说这些谁信？我
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但我重申一点，那个钱我真的没有拿。还有，公司报关税的事儿，我的本意真的是想给公司增加利润。秦方平这小子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绝对没问题。我信他，但我不是故意的。邱总，偷换概念、骗取高额退税，这是事实。就像你说的，如果你真的逃了，你这辈子就没救了。所以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是你的罪你就认，不是你的，谁也不会冤枉了你。我原本以为啊，跟以前一样，这股风刮过去就没事了。现在看来我错了，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打擦边球的事儿做不得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次我不但是鞋湿了，身子也掉进去了。以前的那套生意经不会念了。姐，你跟吴总买回来的货都高于成本价3个点了，而且现在公司快没有现金支付了。都是做生意的，生怕我们会关张，所以不会给我们收货的，必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照这样下去，我们扛不了多久的。还有就是，现在生产线没有停，生产出来的货物没有地方放，入不了库啊。还有就是工人的情绪，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面。进，徐总，苏总来了。徐总，贾总，妹儿，回来了。回来了，时差倒的怎么样？挺好。黑眼圈都熬出来了。小事儿。里边坐。哎，姐，那我们先出去了，你们聊。行，你们再想想办法。嗯，好，走了。拜拜。说一说你的进展吧。我看见您呢，心里就踏实了。怎么，你还担心起我来了？是不是听说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我们公司正准备上市，有一些企业出于各种目的，在这期间会散播一些不利于公司的消息。你别当真，我们都好着呢。您别骗我了，我刚从厂子里回来，好多人都在议论。哎呦，谢谢。做生意嘛，总是会有起起伏伏的，这很正常。您看这个，这是我跟德国医疗公司签的合同，1个星期之内他们就会把钱转过来，我会把钱都带过来，而且我跟杰克商量过了，咱们互联网项目可以暂时搁置，我会把你所有投入的钱全部拿过来，等咱们钢厂的事情解决了，重新启动，来得及。其实我在心里面盘算了很久，谁会是第一个给我送钱来的人？我想了很多人，没想到会是你。我一理科生，不会说话，您是知道的。我只知道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您相信我，所以不管您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就算不够，一定是我的所有。你放心，
我不会辜负你们叫我的一声徐总。睡了吗？睡了。看什么呢？跟老郑的合同，条款过得差不多了，就等签字了。要签吗？老大现在也挺难的，不管是个人的钱还是公司的钱，我们都先还给他吧。高会长，是我管理不严，裘必正犯的错，他会去自首。我也会尽最大可能去赔偿国家的损失。按理说，我打这个电话给你，就已经涉嫌违法违纪了。明天专项组会约谈你。你钢厂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有没有问题？原材料？什么原材料？会计审核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涉及到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的问题。你没有任何问题，我都难辞其咎。配额你有没有？有啊，开公司不就有了吗？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15000吨钢，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我打算弄5万吨回来，怎么样？5万吨，我拉回来了。喂，半夏，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怎么样了？我已经说服裘必正去自首了，该交多少罚款就交，看看能不能减轻处罚。高会长跟我说，现在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那，我想是不是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拔出萝卜带出的泥啊？你还记得公司刚筹备上市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一句话吗？我问你，你做好了被揭老底的准备吗？是这句吗？赵磊，我现在心里很慌。喂，半夏。半夏，出什么事了？喂，半夏，听得到吗？哎，老大。小童，你把冯总弄到公司去，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好。徐总，徐总，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和采购部的同事把这几年所有进口废钢的交易记录都调出来，给律师和法务部了。他们正在核查，这是您按的海关法。裘总和吴总过来记得通知我。知道了，徐总。
交的税我交，该罚的款我认。但是，关于贪污这个事儿，我可能要谨记一段时间。之前那笔钱，你没有私自收下，主动归还了。这一点我可以替你解释清楚，帮你作证，你没有贪污。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事尽快了了，让仓库和码头解封，这样钢厂和整个公司才能彻底复工。对不起啊，我是一时糊涂，对不起。哎呀，别说了，眼下这个难关能快点过去就好了。小许啊，这都几点了？有什么事儿，我跟老裘都在，你说吧，就别等了啊。吴总，我们还是等一等冯哥吧。哎呀，老冯是有名的慢性子，你等他这来，这得……哎呀，你可来了，快吧！就说嘛，这么晚了把我挣上来的，也就你们老几位了，什么事儿找我那么着急？是要跟我商量这你们股权分配的事儿？我今天约几位大哥过来，并不是要谈公司上市股权分配的事儿。华律师，人已经到齐了，你跟大家讲一讲吧。你这个算的不对，你再好好算算。哎，贾总，这大晚上你怎么来了？上什么事叫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年度财务报表、财务分析报告，我费老了劲了。该说什么？我说，上市的事儿，暂停吧。贾总，咱不能开这玩笑啊！我没跟你开玩笑。2001年1月1号呢，公布实行了海关法，国家特设了走私犯罪侦查局，增强了打击走私的力度。2002年呢，又公布实行了刑法修正案，特别增加了走私罪这一条。我的团队呢，翻阅了之前公司所有的交易记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涉嫌走私。啊？我们涉嫌走私？我们猴年马月走过私啊？是啊。我们当年从北边和黑海进出口废钢的事儿，你忘了？不是，那也是在国家规定和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做的事儿啊。你和吴总手里的配额是从很多小公司凑起来的，我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也是我成立了很多子公司才申请出来的配额。后来甚至我掏钱购买了其他公司的配额。在海关看来，像我们这样企业的规模，很有可能会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通过虚假公司倒卖原材料，扰乱市场秩序。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呢，这都是违法违规的。华律师，我明白了。你看是这样啊，就是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是违法违规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就不违法违规了，对吧？对，但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进口的生意，还是用原来的方式，一直都没有停过。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现在属于走私了。专项组已经约谈我了，那找你们约谈也是早晚的事儿。那小许，你这么晚把我们约来，就说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你把你的想法说说呗。我当然是要一五一十的跟专项组说清楚，我们从北边还有黑海进口废钢的事，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同样，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交代清楚。那不行啊，你这成了自投罗网，主动认罪了呀。对对对，那个小许，这事儿啊，你还是考虑清楚啊，这等于变成了谁去谁认罪了。这个，我们主动说实话，
主要是为了说清楚，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如果刻意隐瞒，反而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说不清也不能主动承认自己是无意走私。再说过去那些年咱们做的生意完全是正当生意，也没有走私啊。我们必须要承认和解释清楚，我们当时的行为是无意的，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不是故意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决定暂不上市。徐总，吴总，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娄征把我们的上市材料交给了证监会，而且证监会的初审已经过了。现在呢，证监会又把材料和初审报告交给了证监会发审委，发审委已经受理了，撤不了了。所以走私这事儿更不能认。